这一片从来没有人类的集市，他却攒了银两专门跑到这儿来。如此有备而来，究竟是谁告诉他的？光头铺主把一样东西塞进荷包，拉紧了包口，道：“大人，人间凡人不涉鬼，我们鬼类也不知道那么多人间之事。我怎么知道是谁教他来百鬼夜市的？有利可图，我当然没有放过的道理。”魏无羡点点头，道：“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你就跟我们一起从这里出去，再慢慢跟我说你那些狗屁不通的歪理吧。”他说着，伸手去抓那颗印着他手印的光头。蓝忘机神色一凝，碧尘突然出鞘，雪白的剑光闪过，拦下了一样东西。魏无羡分神看了一眼，竟是一把短小的刀。再转过头去，那铺主一把抓起赤纱衣，朝他们兜头兜脸的掷过来。魏无羡操起陈情挡在头上，蓝忘机握着碧尘的手顿了一瞬，似是在犹豫是否应该破坏这件寄予着旁人生命的衣服。下一刻，那铺主发出一声撕裂的尖叫，这尖叫又引起旁的鬼的尖叫，此起彼伏，震耳欲聋，大地随之震颤。剧烈的摇晃之后，鬼市隐匿在一片白雾之中。他和蓝忘机落在浅冷西边的草地上，头上还罩着那件赤纱衣。这鬼东西居然用这种方式把我们赶出来！魏无羡被吵得头疼，偏头看了一眼蓝忘机，他二人被罩在一片红色之中，脸上也跟着带了点红色。蓝忘机本就戴着一副撞色艳丽的面具，被这红色一映，整个人都显得有温度了许多。魏无羡忍不住伸手去摸蓝忘机的脸，手指尚未触及到，蓝忘机目光一滞，当即把赤纱衣挑到了一边。魏无羡立刻警觉起来，陈情被紧紧握在手里，蓝忘机与他靠在一处，那件赤纱衣在地上静默片刻，突然扭曲着在地面抖动着，最终直立起来。他像有人形一般张开巨大的怀抱，向他们扑过来。怎么回事？魏无羡一面向一侧跳开，一面道。蓝忘机定睛看了一会儿，道：“是那个荷包。”魏无羡躲着衣袖，这才发现赤纱衣的背后挂着的，正是那铺主方才用他的头发缝成的荷包，恐怕其内放置了些招邪之物，加上他头发的法力加持，这才把这件衣服搞成了这副模样。这种把戏并不强大，也并没有多伤人，但却很麻烦，因为媒介是他自己的头发，操纵起来就有难度。固然可以等法力消退，但这种方法未免太过笨拙。如果直接撕碎纱衣，自然也是能解决问题的。可这件衣服却是寄托着阿月兄长的希冀，是万万不能伤到的。魏无羡暗暗思索着，心下有了应对之法。他对蓝忘机挥挥手，道：“蓝战。”蓝忘机点点头，碧尘在空中游走几下，引着赤纱衣向自己扑过来。魏无羡绕到纱衣之后，正对着那挂在领边的荷包，他反手掏出几样东西，咬破手指，鲜血从上晕染而下，一声哨音之后，一样东西脱手而出，如箭一般落在荷包之上。那荷包如同有生命一般发出声嘶力竭的尖叫，蓝色的火焰层层燃烧而下，将赤纱衣压倒在地，抬不起身。火焰并未蔓延到纱衣之上，燃尽最后一层，那荷包也跟着化成了灰烬。蓝忘机确认一眼，这才把碧尘收回鞘中。一根竹签从赤纱衣之上倒下来，其下是黄符燃烧留下的灰烬。魏无羡把竹签捡起来，拍干净赤纱衣，颇为得意地说：“瞧见这竹签没？咱们之前吃糖人的时候，我顺手放进乾坤袖里的，没想到在这里派上用场了。”蓝忘机、蓝战，你就不好奇这么多符纸是从哪来的吗？蓝忘机看了他一眼。魏无羡尚未摘下项链，因而头上还冒着2只耳朵，正在轻轻抖动着。从何而来？魏无羡又从怀里掏出一张，在他面前晃了2下，道：“就是这个。”蓝忘机看过去，上书8个大字：夷陵老祖，百鬼不侵。先前魏无羡带着小辈夜猎的时候，在云平城买下了所有的夷陵老祖镇恶符，居然叫他一直带到现在，还拿来用血改造成一般符纸。蓝忘机不知道这些，沉默地看着符纸上夷陵老祖鼓着肌肉，握着狼牙棒的模样，静默片刻，道：“画得不像。”魏无羡道：“那是自然，我可是远近闻名的美男子，怎么可能是这副模样？”他笑道：“怎么，韩光君看不下去啦？早听闻韩光君画技了的，
要不然下一次韩光君来为我画像，也叫他们知道夷陵老祖到底长成什么样子。不等蓝忘机回答，天边突然传来一阵响声。魏无羡扭头看过去，恰巧看到一场烟花绽放在空中。蓝忘机慢慢抬起手，摘下了脸上的面具，握在手中。他看着魏无羡的脸在烟花中明明灭灭，又转过头来笑着兴奋地叫他看烟花。蓝忘机神情柔软，默默点头。他道：好。这一声回答太过于细微，淹没在烟花盛开的声音里，几乎要听不见了。魏无羡却扑哧一声笑起来，揽住了蓝忘机的肩膀。蓝湛，你这个人呐，他摇头故作无奈，那我可就当真了，你不许耍赖。蓝忘机道：一朵烟花升上了夜空，